好，来，那我们要准备进行今天的课程了哈。来，我们把今天的简报，我们先分享给各位学员哦，请各位。那今天的课程的话，会比较聚焦在这个 GM 哦。那 GM 的这个内容范围非常的广啊哦，我今天准备非常多的范例来跟各位做分享。那也希望说可以借由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哦，带各位一步一步可以来熟悉这个工具。而且我们今天不是只有传统的 GM 哈，我们还要再加上 OPAL。那它是一个新的从这个 Google Labs 所移出来的这个相关的工具那它就是Google 想要做这个自动化工作流的一个神器一个神器。那我们会在最后做一个分享，因为太新了，我来不及放在我简报里我等一下会有提示词，还有我会带各位整个操作一起来进行因为它真的太新了真的太新了。那我希望说可以借由我们的这个等一下的介绍的话，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学习。我的麦克风也要调一下，再调高一点。好，来，那准备进行今天早上的课程哦。那我们今天的话，要进入我们的 Gemini 的第4集，也就是这个，我希望把主题放在 Gem 上面那如果你为什么要用 Gem？GEM 它是一个宝石的意思，对不对？如果你真的输入关键字在这个 Google 或者是在这个任何地方搜寻 GEM， 它本身的话就是一颗 diamond 一个宝石一个宝石然后呢我们的那个它是为什么是一颗这个宝石它到底要怎么用？来，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先看一下，那这个地方是 GM 的3个步骤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一个特点那 James 的话是Gemini 里面客制化的一个版本，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客制化的机器人。你通常我们在使用 Gemini 的话，你跟它对话的时候是所谓的通用型机器人，你每一次的对话可能都是一个新的体验，所以你要从头铺陈你的资料内容你要从头铺陈你的资料内容，也就是你要跟你的语言模型开始聊，比如说我准备要做什么事情，你是谁，我是谁，我们之间我请你做什么任务，你等一下给我什么样的资料内容，对吧？这个也是我们一般一直都在谈的所谓的 prompt， 就是所谓的提示词工程。我如何说一句话让这个语言模型可以理解我要的任务好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是过去的通用型机器人你可能在使用的一个内容。那请问一下各位，那通用型机器人有什么不好用吗？好像还可以，对不对弹性也够功能也很强大，再搭配无论是 ChatGPT 或者是 Gemini， 现在目前所提供的工具越来越丰富了，所以你能够达到的这个算是功能的程度越来越宽广。但是你有没有每在使用这个过程里面会发现说，有时候好麻烦什么意思？比如说啦，我如果要跟他进行相关的一个互动，我要跟他进行一个相关的互动的时候，我都必须要怎么做？我都必须要就是从头跟他培养感情，也就是所有的任务，比如说啦，我这里说一个任务，我们就要从头开始讲，对不对？我们就要从头开始讲，从头开始跟他做互动，从头跟他喂资料。那每次都是这样子的喂，这样子的互动，有时候真的很麻烦。也就是说，我还没有进入正题之前，我必须要跟他讲超多的事情，他才可以给我理想的回馈，对不对？他才可以给我理想的回馈。好，那有没有一个方法，就是说，那老师有没有一个方法可以不要这么麻烦？我一开始就把资料喂好了，我把他的身份定好了，我把他的能力设定好了，我把他应该要知道的内容，处理好了，然后我一进来就可以开始做工作。这样理解了吗？通用型机器人的话，就是说我刚才所说的所有的动作，你要重新做一次，从头开始做，一直做到后面对，从头开始做然后你才可以进入正题。那如果可以有一个像这个所谓的客制化的一个机器人，你本身就赋予一个工作，然后呢，
我给你这个工作内容的话，我把你要的资料，你应该有的能力，你等一下给我的方法，好，按你的身份、你的角色扮演，我都设好了，我直接跟你做互动就好了。你一打开，你就知道说，我准备要执行什么任务，你给我资料，好，你给我资料，这个就是 GEM 它的核心特点，核心特点，也就是说，它可以帮你把专业知识还有重复的指令封装起来。告别你每次都要重复输入，这个了解吗？好再来，因为你可以客制化你的角色，所以你可以有不一样的面向，不一样的面向，例如他是什么身份，他提供什么样的能力你又可以执行什么样的技能技能，尤其是新的 GM 是真的可以提供技能好来符合你的需求好也因此有没有我把这个内容封装好了。我把功能封装好了，我把客制化的内容也都封装好了，变成一个机器人之后，当然我就省掉了很多说我前面还要跟你培养感情，我要跟你说东说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可以提升我们的效率。好Gemini 的 James 的话，又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跟 ChatGPT 不同的一点，各位这个功能难道 ChatGPT 没有吗？有 ChatGPT 也有，但是如果你是免费的使用者的话，你是享受不到 ChatGPT 的，它的这个所谓的客制化机器人叫 GPT，叫 GPT， 那个功能的话是你享受不到的，为什么？你可以使用，但是你无法建制也就是说，我真的有这种需求，我没有办法制作一个客制化机器人，你必须依赖别人做过的，然后直接用它的机器人来跟 GPT 做互动。而 James 的话是允许你可以免费创建的，这个差异就很大了。也就是为什么 Google 你看这几天大家都忙着怎么样上车咯，对不对？各位很多就是都在对，就是要买这个它的 Pro 版，对不对？它的 Pro 版那当然我也很心动哇，超多技巧，对不对？你如果你是新客户，你都不用想，就直接买下去。旧客户如何取消你的所谓的 Google One 的身份，然后呢进行升级的动作，对不对？大家都买起来对，就是所谓的买起来。好，那像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话，就是为什么 Gemini 它这一次在逆袭的时候，让你非常的方便让你觉得连这样的一个动作，另外一个服务要钱的我都不用钱现在你用它的 Pro 又怎么样？6人同享，对不对？一个这个所谓的 Gemini 所有的这个服务在 Pro 版之下那是不是就非常的吸引人？好吸引人是吸引人，问题是在哪里？老师，我不会用，我不会用 GEM 怎么办我不会用 GEM 怎么办？那我们今天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带各位一起来试试看这个 GEM 的功能跟内容。好，那在这进行之前我们不妨回到我们第一节课还记得吗？我们那时候教各位下提示词上传的资料不被别人看见吗？当然可以因为他看不见你封装起来了。也就是说，你等一下，你分享的时候，它基本上只有一个询问框基本上是看不到，比如说你里面所分享的档案分享的档案。好，对，我最后忘了讲这个轻松分享轻松分享。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Gemini GEM 的使用。其实各位最近的 GEM 的功能一直有升级，尤其它加上了 OPAL 之后OPPO加上 OPAL 它的技巧有升级。可是如果是在一初期的时候，各位开始接触 Gemini， 其实在我们新手村，也就是大概4个月前的第一节课，我们就想要讲了。那时候就有一个很好用的 GEM 叫什么？叫 Storybook， 叫数位绘本，我们先用它来做入门好吗？我们先用它来做入门。麻烦各位老师各位学员帮我打开你的 Gemini。麻烦各位先帮我打开你的 Gemini 我们先用一个初阶的一个这个内容的话就是基本上你如果有用过这个数位绘本，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那个 GEM 的能耐不太一样不过因为它是一个客制化的 App 啦一个客制化的 App， 所以它在应用上
会有所不同。来，请各位学员的话，帮我进入我们的这个 Gemini， 我们先带各位来领略一下GEM 的这个功能哈。麻烦各位帮我把侧边栏打开。好，你打开了之后，如果你是没有用过 GEM 的话，这里有一个好像叫连接 GEM 吧，还是叫探索 GEM 哈。那如果你有用过，就下面会有内容哦，下面会有内容。麻烦你帮我点一下 GEM 好吗？我先说明一下这个界面，如果 OK 的话，聊天室给我一个+1。哦，你如果已经开启到 GEM 的画面的话，聊天室给我一个+1哈。好，谢谢大家啊！如果你已经开起来的话，聊天室给我一个+1哈。我天哪，这样子我们两边加起来快900人。好，感谢各位哈。那这个是它最新的一个界面，各位这个地方的话，我要先说明一下，先请各位哈不要看上面这一区哦，你按下去，你等一下会很惶恐，因为你不知道会不会导到哪里去哈。这个是它的这个 GEM 加上 OPPO， 也就是它的 Google Labs 里面推出来的一个新的 GEM 结合的功能啊。我今天最后会带各位玩一下，好不好？有没有需要？有的话，聊天室帮我打一个 Y。好不好？我们玩一下上面我跟你讲，那个平常的做法那就算了，我们来讲那个不一样的，好不好？哦，不好意思啊，好，加油加油，我会撑下去的。好，就这样呗。好，来各位看一下哈，那我们往下面卷动，这个是我们传统 GEM 的管理工具。这个界面的话是我们传统的工具哦哈。首先是由 Google 所预先建立的，它已经做好几个，好像有7个还是8个，你把它用显示最多，现在目前有7个，对不对？好啊，这里面好用的，因为其他的我觉得我用那个什么，其他的我如果用这个提示词，我也可以做得很好，可是唯一一个我做不到的就是 Storybook。就是 Storybook， 麻烦各位帮我点击，准备点击 Storybook。那下面还有所谓的新增 Gym 了哈，这个等一下我们再做哦，我们等一下再做。那麻烦各位先帮我点一下 Storybook 好不好？好，那这个 Storybook 的话就会有怎么样？你需要下提示词的地方哦，你也提供资料给他，那它上面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提示词的这个算是它的这个示范呐。好，那可以从几个面向来。第一个就是你无中生有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它因为是数位绘本哦，所以年龄层相对是比较低的哦，然后用的用语啊、绘图的模式啊会比较可爱一点的哈。好，那各位你可以用我们的提示词哈，来，比如说我想要制作一个，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的提示词哈，我想要制作一个绘本的故事书，主题是如何负责使用 AI 科技。画风是 Q 版可爱的动画，语言是繁体中文，各位这边都要设定好哦。好啊，因为它里面的内容会用 Nano Banana 画哦，Nano Banana 画。来，我把这个提示词，各位没有 Storybook 吗？那各位我忘记跟各位讲，你的 Gemini 的话最好是用你个人账号哦，个人账号，因为，因为我怕就是很多人没有 Storybook，我把那个 Storybook 的那个连接我贴给你哈，你看不看得到？然后我直接把这个 Gym 给你，好不好？把那个 Gym 的那个连接我贴在聊天室，来，请那个我们小编也帮我贴一下，哦，可以贴在那个什么，你打开，如果你没有，你试试看不看得到，这样就可以了，对不对？好啊，各位，我们的提示词哈，我这里的话，我就是想说我要制作一个你现在的话，你就可以改那个主题，比如说如何负责任的使用 AI 科技，你可以不要这个东西，你可能是别的主题。可是最重要的是你的画风，你用的语言然后再来是什么？你的对象是谁？
啊，我有看过老师使用哦，在我们这个业界有人用哦，就是怎么样，他希望把一个深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啊，我给他相对的资料，帮我产出不一样的这个内容，好啊，用绘本的方法，我觉得非常的不错，好，请各位可以试试看哈。好，那我们就直接一样哦，我就把我的提示词给他，那我没有给他其他参考，我是用提示词去做驱动的啊，去驱动的，所以我直接就给他一个提交。啊，各位这边就看你了，你用的模型，如果你这个账号是有订阅的啊，或者是没有订阅的，哎，各位我相信现在好多人都有订阅，对不对？哦，啊，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你的 Pro 哦，较久啦，按过物件较好，哦，东西比较好，好，我们就送出去给他，请各位帮我完成到这个地方哦，哈。来，你看哦，它正在生成 Storybook，这个是它的一个不同的元件，很像 Canvas，因为它等一下会打开，哦，会打开，哦，它等一下会打开哦。好，请各位试试看，你看它即将完成插画，哦，即将完成插画。说真的，因为我做的那个次数没有很多，但是就是说，是不是思考型的做出来会更加漂亮？因为至少哈，你的 Nano Banana 应该是更好的版本，哦，应该是更好的版本。那我用的是快捷啊，因为我想说是示范它的这个功能。来，请各位老师们，好，或者是学员们，先帮我们把这个，是不是你已经完成了？完成的学员聊天室给我一个+2，好不好？这个真的蛮好的，做客制化的这个内容。以前我如果要独自做完像这样的一个简报、一个数位绘本，我无论要怎么样精简，我都要跨2、3个 AI 工具，对吧？哈，老师们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你至少都要跨2、3个 AI 工具，我不骗各位哈。啊，那你看一下这里的话，非常的棒哈，你做一个点选，它就会开始打开了。而且他现在的绘图越来越好。我之前的话还看过他画的东西的话，有2只手的，或者说有一些比较奇妙的哈，或者是角色比较无法固定的，他就会有这样的绘图的动画，有看到吗？哦啊，目前的话，它的总页数的话有10页，基本上有10页。哦，他现在目前的画图的品质以及他角色的固定哦，真的很不错哦，真的很不错。来，请各位老师们，请各位学员们帮我完成这个简报。你可以开始看一下这个数位绘本的内容哦，哈。好，那你看到最后有没有觉得很不错？哦，来啊，这边的话还可以朗读。艾希与我的智慧冒险，做个 AI 小达人。还可以朗读。明明坐在书桌前，对着空白的作业纸发愁。各位有听到我声音吗？这次的题目是为了艾希与我的智慧冒险。有吗？有的话给我，没有？有吧？有哈。哦，你是不是可以听到这个绘本的声音？这个超棒的。哦，那你还可以就是朗读。荧幕上跳出一个圆滚滚、全身闪烁着淡蓝色光芒的小机器人，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叫艾希。艾希眨着大眼睛说：“嘿，你需要一点灵感吗？我是你的 AI 学习助手。”艾希绕着荧幕飞了一圈，认真的叮咛：“明明，我可以帮你找资料、整理重点，但我不能直接帮你写作业哦。我们要把我当成智慧图书馆，而不是代写机器人。”明明点点头，在搜寻框输入未来的城市有哪些环保设计。艾希立刻变魔术般的列出了好多点子：太阳能玻璃、垂直农场，还有雨水回收系统。艾希突然停了下来，指着大家可以试试看哦。我会觉得说，哇，这个真的很棒，对不对？好啊，它除此之外还可以下载。各位，你可以把它下载成它的故事书。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什么格式好了。
哦，基本上你应该会想它应该是 PDF， 对不对？哦，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输出哈。还在写初稿。哦，它是一个 PDF 咯，是一个 PDF。各位如果是一个 PDF 的话，你看我把它打开。你可以把它打开试试看。你可以把它打开试试看。还不错啦，还不错。无法连接资料库，会是太多人了吗？来，各位，你可以就是把它做一个这个内容对，我们先做快速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分享好再来的话它不只是可以朗读它这边还可以全荧幕播放嘛这个就是全荧幕播放，然后还可以分享，各位这个连结可以分享。好，然后分享的话，各位你看我开一个这个访客视窗，我开一个访客视窗，我把连结贴出来。哇，这样就可以让这个下面的，各位如果是这个我们的小朋友在下面看的话，你是不是也可以让他怎么样？用 QR code 呢？各位，你扫扫看好不好？你扫扫看，让你的这个手机是不是可以看到这本绘本？真的可以哦，请各位试试看。请各位试试看。那你看这个对我们来讲，哇，太棒了，对不对？你点那个朗读，做个 AI 小达人，它就可以用我的手机来做播放了。明明坐在书桌前，对着空白的作业纸发愁。这次的题目是，所以各位，这个如果是在 iPad 上使用，是不是也很棒？对，很多你可能没有玩过，对不对？哇，这个制作起来是很不错。QR code 对不对？好各位，我的连续剧我要重新讲一次咯。好，各位，如果你生成的话，这个是我们生成的画面，那你当然是可以来这边做这个所谓的翻页嘛，对不对？好，来翻页。那这边是我们的一本它的数位绘本，它是用 Storybook 做的，是 GM。好，那这里的话，你可以享用它几个功能。第一个，右上角的朗读，各位你刚才应该有尝试过了。好如果你希望是可以怎么样如果你是希望是可以说，老师，我可不可以这个下载在哪里在这个地方，各位在这里这里是可以下载，它是一个 PDF。不过有点遗憾因为它现在抓不准你的尺寸所以有时候会被拉长，对不对？我看了一下那个 PDF 的那个状况有时候它会有一点拉长的那个感觉各位在这里这边可以下载成 PDF， 如果你有生成好再来各位，如果你想说我今天生成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书，我想要给小朋友看，或者是说我今天刚好是行动教学学生们都有那个比如说 notebook 那 Chromebook， 或者是你有那个有 iPad， 对不对？然后想说可以用扫描，让他们可以在这个所谓的载具上面做翻阅，对不对？好，那这个该怎么做？我说一次请各位帮我到右上角这里有一个分享，这里有一个分享，请你点一个分享，它这里会产生一个连结，你复制起来。当然这个复制的话，你可以直接连结就贴出来了我刚才是用那个，我这个是单纯开连结就不是编辑你的没有分享，很好，老师您是不是用教育账号如果是教育账号，可能就没有分享最好的话就是我们讲的用这个个人的账号用个人的账号，就是用你自己的 Gmail。因为现在很多的那个教育账号，你有很多东西你没办法做，例如删你原来的
聊天记录，对不对？是也不能做，你要做一下设定哦。还有就是什么，有一些分享，有一些功能都会受限制啦。为什么？因为你上面还有管理者，他没有开那个权限，你可能就没有。啊，可是你用 GEM 的话，第一个新功能，应该说你用自己的账号新功能，你最容易快速拿到，然后最快可以做互动跟分享。好啊，还有对那个基本上要有的东西都会很快就有哦，很快就有。对啊，这里要特别注意。好啊，比如说像这个我有连接，老师我这里要讲了哦，这一页你才可以分享哈。我们用右键这里有一个，注意这里有一个显示 QR 图码，有看到吗？这里。好，请你在这里按右键，有一个显示 QR 图码这个地方，显示 QR 图码，好，你就会有那个 QR code 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你的手机或者是我们的载具去扫描把那个内容可以回到你自己的手机上，这样可以吗？来，麻烦各位帮我完成到这里，如果 OK 的，聊天室给我一个+3，有声的 PDF 不行哦。生成的页数我曾经想要下提示词控制，你可以试试看，你可以把你的提示词下更多一点对，那你可以把你的模型可以放更多一点试试看。好，各位老师，这个是我们的基本的一个 Gym 来一个这个 Storybook Storybook 这个也是在它的 Labs 里面也就是 Gemini 的一个测试的功能。那像这样的一个阐述，你有没有觉得它旁边就是一个 Canvas？对，管理者看到我，不会，他看不到你账号的内容。他看不到你账号的内容，他只是可不可以派属这个功能给你。对，不过详细的细节因为我也没有那个权限，我不知道他那边会派属什么给你。好，各位，我们再来做一个Canvas 你可能要听，刚好老师有人在问 Canvas 那个我们今天会发放前一集第三集的内容第三集就有讲 Canvas， 全班的这个全部的 Canvas 都是在第三集讲。哇，可以讲广东话，这么好这么好。好，各位，那我们再来新增一个好不好？来，请各位一样，我们到 GEM。各位如果你有用过 Storybook 的它就会把这一颗宝石放到你的左边的画面上，有看到吗？这里放到左边的这个画面上好我们这里的话，我就建议你可以点选这个 GEM 就可以了。各位直接就可以进这个讨论的画面，有看到吗？好那个 Storybook 其实有很多想象空间。各位，我们再来做一个如果你今天是上传文本让他参考，你还上传一个图片，说我这个要当主角，可不可以？你看到 Storybook 超好玩的，你可以给他一个，比如说我上传课本，好不好？我给他参考我的课本，第一个，第二个，我再给他一个什么？我再给他一个图片，我的主人翁我要长这样，可以吗？请各位学员看一下我们的今天的讲义来，在下一页这里我这里的话有一个文件这里的话是我们去找一个 PDF 好了在这里我这里有一个这个文字的档案，看一下有没有更方便的。好，这里有一个翰林国中这个课本的部分，我看一下一般的课本。好，这边有一个15、16页，各位这里翰林国中国文7下课本15、16页，这里是讲语言的，它是一个有趣的外来语，我希望用这个来做一个绘本。来，我把这个连结我贴给各位学员。我贴给各位学员。比如说像这样一个绘本，我把它下载到本机好，我下载到本机。
好啊，再来我们第二个，我想说我有一个主角，无论是你自己绘图的，或者是其他的内容哈，来，我有一个主角，来，我们到 Unsplash 好不好？各位 Unsplash 知道吗？它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免费图库。哦，啊，你只要可以找得到哈，来，你看我这里写的 cute Asia little girl， 有看到吗？我有下提示词，哦，我有下提示词，我就想我要找一个可爱的亚洲的小女孩来当我的主角。好啊，这边哦，各位，那个这个图是它的广告哦，那个往下找，你找一个主角，哦，找一个主角，好，比如说这个 little girl。好，你可以下提示词啊，好，应该是说搜寻的关键字啊，好，好，要当做我们这个绘本的主角，好，比如说这一位好了，这一位不错耶，好可爱啊，好，啊，你把它下载，好，来啊，各位，它就可以存在你的本机了。好，网址吗？可以，来，各位，我给各位我们的网址，啊，你可以下一些关键字哦。这个免费的网站叫 Unsplash。好，各位啊，你可以建议你在这边搜寻，你用英文的这个关键字，你比较找得到 little girl， 对不对？啊，比如说要亚洲的就 Asian 哈，对不对？哇，像这个你可以找一个小女孩当做，当然了，我是因为这个图库我比较没有，就比较不用害怕，对不对？哈，啊，你可以找一个哦，比如说像这样的这个小女孩当做我们的主角。当做我们的主角。好，你看哦，啊，这边就可以下载。好，如果你的 PDF、你的你的图片都 OK 了哈，来，那我们来回到我们的 Gemini，我们到 Storybook 哈，你先把你的文本上传给他，比如说我们刚才的课本，好，然后第一个嘛，第二个你给他我们的主角的照片。好，那我给他提示是哈，请根据文件中的课本，帮我生成跟外来语相关的故事绘本，风格要真实照片的风格，哈，主角，请参考上传的图片。好，各位，我把提示词我贴给你。哦，请各位试试看哦，请各位试试看，那你就送出。啊，我应该用思考，对不对？我用快捷。好，没关系，看它效果。我连快捷都可以做得不错的话，是不是它就很不错？好，各位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绘本的样子。来，请各位试试看啊。我都很希望。那像这样的一个功能，你有没有感受到它就是一个客制化的机器人？你朗读语言的地方，可能就是要下提示词。好，课文的档案找不到吗？来，在这个地方，在这里，我复制一下好不好？
我复制这个连结，我贴在聊天室，好。那你不要给他太大本啊，不然他读也读很久，对不对？哎，来了来了，我也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哦，我们试试看，好，我们试试看。那各位可以发挥你的创意啦，哈。哇，他还是帮我画成，对对，他还是画成绘本的格式，哈。OK，好。不过我真的觉得，我真的觉得他现在的那个什么画的那个品质越来越好了。回到家后，宇哲坐在书桌前，宇哲合上笔记本，决定明天要跟更多同学分享这个新语言里的惊喜外来课。周末早晨，14岁的宇哲走进巷口的早午餐店，店内飘着浓郁的香气。他拿着菜单，指着上面的图案说：“哇，这个真的很不错，对不对？来，请各位学员帮我完成到这边，好。课本找不到吗？来，我贴给您。啊，各位，你可以用你的手上的那个，比如说你自己的文本，哈，比如说是历史或者是相关的课本的内容，那这个可以当做好像是一个延伸阅读，对不对？所以 Storybook 是不是让人家哦觉得好惊喜哦？那你以往要配合可以绘图，可以配合内容，还要可以朗读，你真的很辛苦，对不对？啊，现在你有这个工具，它在哪里？它在 GEM 里面，好，在 GEM 里面。那如果刚才有老师，哎，你想说为什么我没有？来，刚才有给你连接哦，哦，有给你连接。好，对呀、我之前也是这样，就很想给他好好的限制一下哦，嘿，啊会不会模型越好，它越受控啊、哦？对，哎，那我们试试看好不好？反正我也有额度，哦，也没有人来啊，我一样再给他一个课本。所以不是我们的错，对不对？它本身的话应该有受限制啊，因为它可能是要做数位绘本啊，这个有关系到它的 System Pro，它的那个 System Pro 应该是说它的系统提示词有做规定啊。好，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又是另外一种格式的简报？有没有？好，另外一种格式的简报。好，来，那如果各位这边没有问题的话，聊天室如果 OK 的，聊天室给我一个+3，好不好？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如果你已经有生成你的 Storybook 的话，各位那个 Storybook 在哪里可以找得到？就是你如果制作完的话，在这个对话里面可以看得到，在对话里面可以看得到。好，如果这边 OK 的话，我们要回到它的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是让各位先尝试一下它的这个内容那如果说，老师，这个是他提供的，那如果我们要自己制作呢？我这里来讲几个，我们自己在做这个跟语言模型互动里面的几个技巧。好各位还记得吗？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如果你想要做客制化的机器人的话，还记得吗？就是我们的提示词工程。也就是说，如果你要你要做一个 GEM 的话，其实你要把你的这个提示词要精炼的好。还记得我们上次的这个范例吗？就是英文的自主学习，英文的自主学习。那如果说你要做这样的英文自主学习，各位是不是整个这个流程的话是很庞杂的？我做一次再做一次给各位看我再做一次给各位看。比如说我新增一个这个内容，那这边它正在生成我就不吵它了，我就新增一个这个对话各位，如果你要用的是这个我们的之前还记得吗？我们希望可以生成一个英文的自主学习，所以我们有一连串的练习。第一个是什么？对，我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单字表格，对不对？好，他给我一个单字表格，这个哇，各位并不会因为我给他不一样的模型，他有比较好，有发现吗？好，那我不挣扎了我就不挣扎了。好，那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个内容，我们做英文的自主学习。我先给各位我的第一句提示词。我希望要学英文，我要扩充我的英文单字的单字量。我希望可以把一个方向的英文，请你给我10个英文单字，让我变成一个表格。所以我这里的话会有一个提示词这是我的第一句提示词。各位，好，它已经生成了像这样的英文的表格，有看到吗？好这个是我第一个练习。接着我的第二个练习，各位，我们之前的话是希望说，可不可以帮我写成一篇文章？我们整个学习的过程有英文单字表格，有什么所谓的阅读的文章。好，那我把这个内容我贴给各位如果你想要跟我一样这样子有这样的一个文本的话，你可以依序的贴下来。各位你看我第一件事情请他给我10个单字，第二件事情请你用这10个单字帮我写成一个短文，让我做阅读。第三个就是说有短文之后，我希望可以做翻译，可是我要比较好的翻译，我要一句一句的所谓的中英翻译对照表格，所以我第3个提示词。好，来我贴给各位，我第3个提示词，第3个提示词。所以我现在有3个单元了，我有英文单字，我有短文阅读，我有中英翻译对照表格，对不对？那这样的一个过程的一个练习当然很不错。如果你是一步一步的跟他做互动，你会发现它形成的内容相当的好相当的好。那最后呢最后我是希望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个测验所以我的提示词最后什么来请他给我一个测验好，没题 OK。那我这里的话就简单一点没有一般的对话而已，一般的对话而已，还不是句吗来，请你帮我开一个新对话请你帮我开一个新对话。哇，你看他给我比较好的内容，有看到吗？好各位，这个叫互动测验，这个是我们什么时候出现的？
如果你有的话，各位还记得吗？我们上次的 Canvas 有，这个就是我们上次的 Canvas。好啊，各位你可以看一下下面这里有一个不要用互动测验，有没有？这里如果你有出现你应该会有这个选项。如果没有，就是怎么样，你就用原来的就好。来，各位，我不要用这个互动测验，我要他帮我出题，有看到了吗？好，请你帮我完成到这个地方请你帮我完成到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你有一个旅游英文单字教学，它好像是一个你跟他互动的一个过程啊。这个的话有牵扯到我们第一次帮各位上课的时候，我们上到的那个所谓的提示词工程，对不对？我希望拿到什么？那你给我什么格式？然后我用量子去线说，然后因为是 AI，你值得更好的，对不对？还记得吗？还记得吗？来，如果你有完成的话，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好棒哦？可以变成一个学习单，对不对？所以我们还请他帮我们再画成一个学习单，对不对？来，请各位看哦，我们是不是就利用这样的一个模式，请他帮我画成学习单？各位，我把提示词我贴给你。这个就变成我的课程讲义了，对不对？第一个单元是什么？英文的这个所谓的探索的这个所谓的英文单字表格。第二个的话是我的阅读测验。第三个是中英翻译对照表格。第四个是测验。哇，这个学习单要怎么用啊？各位知道吗？好，来，请各位看一下哦。如果你要把它画成学习单，我们示范一次。各位各位有出现最后的整理了吗？这里如果是 Gemini 超棒的，来这里点点点，汇出到文件。各位仔细看哦，我最后的这个整理，我已经有文件了，有没有很棒？来，把不需要的去掉，把结果去掉。各位有看到了吗？哇塞！建议各位要改一个地方，改标题，它那个题目。有没有很棒？你就完成一个学习单了。来，请各位试试看。好，来各位，我们现在10点左右，我们给各位休息一下，好不好？也给我休息一下。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10分钟后回来，好不好？10分钟后回来。各位，刚才的内容如果还没有完成的，趁下课的时间把它完成。我等一下要跟各位讲，那为什么我要提这个？这个是一个快速的复习，可是你可以产出内容了，对不对？那产出内容之后，那我有不一样的想法，我如何把它变成一个机器人？可以，英文的讲义是不是这一份吗？好，那我等一下上课的时候我们再讲，这样可以哈？先给各位休息一下。好，来各位，我们回到教室喽。来，回到教室的，麻烦聊天室给我一个大拇指，让我知道一下。哇，谢谢大家，不要掉出去喽！有学员说已经掉出去，简报是不是？有置顶，我们简报有置顶了。来，如果回到教室的话，聊天室给我一个大拇指哈。来，各位如果是学员的话是这样，我们刚才下的最后一个提示词就是整理上面所有讨论的内容。
这个地方欢迎，就是你回去看我们的第1集哈。这个地方的话是我们第1集的内容，也就是说，查米一直强调的，如果跟语言模型做互动，你没有整理，你就等于零产出，对不对？那我已经跟他讨论那么久了，跟他做互动，有表格、有文章、有翻译、有测验，我就是要做学习单，了解吗？哦，我就是要做学习单，所以我最后下的这一句提示词，老师们有没有看到在这里？我最后下了这个提示词，我等一下把我的这个文件分享给各位好了，好不好？来，我把这个提示词我放在这个地方给各位再参考一下。如果各位刚才没有的话，没有的话，你可以利用我刚才的这句提示词，它就是把上面的内容做一个重新整理，我要变成一个 Markdown 文件。Markdown 文件就是有格式的文字。然后文件中 H1 是课程的名称 ，H2 是学习单元，再来是单字表格，最后是短文阅读。对，短文阅读，然后对照测验我已经把测验的名字都定好了，这个都下在我的提示词里。好各位如果完成的话，会像下面这里会有一份这样的内容。好，那怎么去绘出？我再说一次就好，请各位帮我卷动到最下方。在这个这个是我最后整理的结果嘛，对不对？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点点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我就会有一个点点点，这里是我最后的这个整理所以前面是我的一个历程，可是我最后有一个整理的对话，所以要养成这个习惯，我们跟他讲完的事情，最后再来做一个总整理，了解吗？总整理就是我准备要绘出的。这里的话我要准备绘出。请各位看一下，这里有个点点点，好，有一个绘出到文件。如果没有的，有几种状况。第一个，你用到是教育账号，或者是你单位的账号，或者不是就是 Gmail 啦，就有可能。第二个，我有遇过的，我跟各位讲，如果你没有绘出到文件，你要不要看你的云端硬碟有没有满了？我看过很多那个是云端硬碟满了好各位。那个如果真的没有，就是再等一会儿试试看。来，他就开始帮你建立文件，有看到吗？好，建立好文件，各位超棒的，因为它是 Google 文件。Google 文件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它可以编辑第二个，它是一个优良的中继档。你看我这里把不需要的内容清掉。瞬间就好了它还有格式，有看到左边还有格式吗？对不对？我超棒。好再来标题改一下，各位帮我把标题改一下。标题改一下。最后呢，各位这个超方便，你看档案下载有没有变 Word？来，你用 Word， 你把它打开，有看到了吗？你回到 Word 档，你是不是可以排版？你会不会换字型？你会不会分页？你会不会抓目录？你会不会列印？有没有很方便？没有那么漂亮，真的吗？各位要用我的那个提示词那个是千锤百炼过的。好，来，那我们先，这个真的很方便，对不对？所以各位这个真的要学起来好，来，那各位那个我们把焦点再移动今天要讲Gym了今天要讲Gym，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如果我要做到这样的一个学习单，实在有够辛苦的要一路过来。那老师，那我可不可以变成一个机器人，把这样的一个内容变成一个机器人？好变成机器人之后怎么样？我只要给他单字，或者是我给他一个文件，或者是说我请他帮我找一个方向的单字，数量是怎么样，他都可以帮我完成像这样的内容，有没有很好？因为如果我要形成最后的整理，我每次都要跟他沟通那么久，我可不可以不要？我把它变成一个我直接可以使用的内容，这样了解吗？好，那这要怎么做？
好，那这要怎么做？来，我先不执着这个怎么做这个内容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机器人。好，所以各位，这个是对话的过程啊。各位，这个我在讲义上有提供给各位，在第12页，这个是对话的过程哦。好，那我们如果不是要对话的过程，我要把它变成机器人，客制化的机器人，你可以把它变成什么？来，我要变成一个高中英文单字的学习教练。好啊，各位看一下哦。好，来，我想要制作一个可以协助高中生自学的英文单字的家庭教师。有2个模式，第一个是由使用者提供你要学的单字，像我们刚才是叫他自己帮我挑，对不对？啊，我可不可以给他一个单字，请他帮我做整理，对不对？好啊，另外一个是由使用者提供方向、主题式的，再由Gemini 提供相关的单字清单进行学习。好啊，第一个，如果是由什么学生给的这个单字清单，要进行以下的这个单元。好，这个单元就是什么？整理成表格、短文阅读、详细整理、阅读测验，对不对？啊，关于主题式的学习的话，要由 Gemini 提供10个关于该方向的单字内容。好啊，这个是我准备要做的机器人，这样了解吗？好，来，那各位，那该怎么做？请各位跟着我一起来。请各位跟着我一起来。我们要把它画成我想要做的这个内容。画成做这个内容。来，请各位看哦，请你到左边，我们来新增一个 GEM。好啊，不是上面的这个 New Gem， 不是哦，不是它，这个的话会连到别的地方去。往下卷动，这里有一个新增 GEM， 这样 OK 吗？好，来各位往下卷动哦，这个才是，来帮我做一个点击。好啊，我把左边的侧边栏先收起来，小一点。第一个就是它的名称，好，各位，那我们来给它一个名称叫高中英文单字学习教练。你可以让这个名字好听一点呐。然后呢，这个什么，给我单字啊，我就学好，我就给我单字来，我的高中英文这个什么家教，好不好？啊，各位，如果你这边输入完，这个下面会有没有看到这里？好，这边会有这个内容，然后有没有？好啊，下面就是你的使用说明了。好，使用说明，来，各位，我先给一个粗浅的，你可以渐渐的优化它，好不好？来，这里按 copy， 好，你把它贴上。好，我想要制作一个可以协助高中生自学英文单字的家庭教师，有2个模式，一个是由使用者提供要学的单字清单，另外一个是这个什么另外一个是由使用者提供方向来做学习。好，那再来，你把下面这里要贴给他，要怎么做啊？你要跟他讲，对不对？要怎么做？你要跟他讲方法如下。然后程式一开始要给这样子 OK 了哈。好，各位你先贴给他好了，先贴给他。来，我直接贴给你们，我直接把提示词贴给你们。哇，那个需要笔记了，对不对？有需要笔记了吗？来，我这边。
来，各位等我一下哦，那我再给各位一个公用笔记，好不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2025-1228，好不好？我等一下还会有一份哦，因为等一下会越来越难。啊，各位那一份就更精彩了。我先给各位这个我们一般提示词的笔记，我贴在聊天室。好，等我一下，我把我刚才的提示词我再扣一次。好，各位等我一下哦，我先把连结给各位，我贴在聊天室。好，来啊，各位，我这边做完了之后，我先贴上来嘛，哈。来，请你帮我这边有一个功能，好，各位，我这边会有一个功能，下面是不是有一个？各位，这里有一个 Gemini 可以帮你优化你的提示词。你可以先怎么样？你可以先想说，我的大概的想法，然后呢，我想说是不是给他一个优化？各位，你把它点一下。请各位试试看，你看，哦，美败呢，有看到了吗？各位，这里，好，你帮我先贴上，然后优化它，这样可以吗？好，来，好，各位，那下面那个预设工具跟相关资讯的话，我们先不给，因为那个是我们其他范例会做，我们先用单纯的用提示词而已。好，各位，你看一下这里哈，来问问 Gemini 3哈，这里右边就是你可以测试的地方，我就跟他讲哈，这边你就跟他说，比如说，我想要，比如说你说开始，好，他就给你开始了，有看到吗？好，你选择这个模式 A， 有没有？你打一个开始，他是不是跟你讲你有2个模式？比如说已经有想背的单字，或考古题直接贴给我，第二个是指定主题方向，比如说你想要是趋势科技的趋势，10个高中的英文单字，你想要哪一个？好，比如说我想要趋势这个方向的，各位你看它哦，有看到吗？他先给你表格，来比如说下一个单元，他是不是给你阅读测验？有看到吗？还有翻译表格，来最后一个单元叫阅读测验，他就可以带着你练习，有没有很棒？来完成的话，如果你这边觉得这个状态不错，如果不够，回去再修，再改提示词，再改提示词，然后呢，如果都 OK，来右上角有一个储存，点一下储存，好，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对话了，好，预设是只有你自己可以用，那你可不可以提供给别人用？可以，有一个共用。来，那我们这里的话，对，就是制定指令的意思，这边的话，可是它
功能更强。我们等一下试试看哦。来，各位，来，如果是这样，你回来，你到你的现在的下方这里会有多了一个高中英文单字学习教练，有没有看到？哇，太棒了！好啊，你每次比如说我想要练这个单字啊，例如啦，各位，比如说我给他10个单字，请他帮我做整理，我要熟悉这10个单字，我建议各位哈，我现在很喜欢用什么？你想说我要10个单字，可能有时候会比较难一点，对不对？好啊，各位你可以怎么样？嘿，你想说我用 ChatGPT 啊，我用 Gemini，问题是你又要开一个新的对话，你有没有觉得很烦？对不对？我最近最喜欢用的是什么？哎，各位直接用 AI 模式。你不用登录，它也不会去影响你的 Gemini，就是一个干干净净的画面，直接跟它做互动，比如说你跟它讲，给我10个关于旅行关于运动的英文单字，每个单字之间用逗号隔开，这样就好了。各位，你看，他是不是给你10个英文单字？好啊，你回来这里说，那我要开始练习了，开始。他给我2个模式嘛，好，我要 A，单字如下，请他帮我整理哦。各位，你看，他马上帮你把那个单字变成这样的单字表格。来啊，接着我进行下一个单元，我要阅读，还要翻译。你看哦，他就帮我做短文阅读，有没有？然后写好了，又给我翻译。哇，这个太棒了，对不对？比如说我要下一个单元，我要测验，我是不是可以借由这个就来做自习了？超好用。各位 AI 模式会不会用？有需要我再说一次 AI 模式吗？有需要的话，聊天室帮我打一个 Y。破1000了。有需要哈？好，我之前觉得不好用，我现在觉得好好用，现在越来越觉得好用。来，各位看一下AI 模式在哪里？有时候你就是要轻量化的，我马上要拿到一个答案。可是进 Gemini、进 ChatGPT，你又怎么样？又烦，又会第一个那个内容的回答，有时候是小的回答，它又会去影响到你的对话方块超多的，对不对？我觉得麻烦，还不如怎么样？有一个轻松可以互动的管道。各位注意，请你帮我开一个新分页，开一个新分页哦。我下个礼拜应该也会再开一场直播，讲新的这个浏览器的用法。这边我先做分享。各位，右上角，请你到网址列，你点一下的右边有没有看到 AI 模式？有看到了吗？来，请各位帮我到这个 AI 模式，你只要点一下网址列，这里就会出现一个 AI 模式，你点一下。然后我们这里就输入我的关键字，给我比如说10个关于旅行，或者是关于运动、关于历史、关于文化的英文单字，中间用逗号隔开，然后我提示词给你。如果没有老师您的那个浏览器可能要更新一下，在这里你用这个到说明关于，这里会更新你的浏览器，这个叫 AI 模式。
好，请各位试试看，你看他给我10个英文单字，好，然后我再回到我的 Gemini， 我的英文这个教练，对不对？好，再整理以下10个，以下10个。各位，你看它的第一阶段，它说永远有4个阶段，哦，对，要按 AI 模式哦，哈，AI 模式，而且哦，各位那个 AI 模式哈，因为它可以一直用下去，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超好用的哦，因为有时候你就是不想说，我还要回来开一个新的对话，又怕里面有什么，就是要想很多啦，你就直接用 AI 模式，方便很多，它等于是一个你不用什么，不用大张旗鼓，一定要进 Gemini， 一定要进哪里的 ChatGPT 的 Gemini， 了解吗？哦，超好用。好啊，各位，你看他是不是就给我10个英文单字，对不对？好啊，我就马上可以做整理了。你看，他就帮我整理好了，超方便的哈，超方便。你看，马上第一个单元，然后再来是下一个单元，这个就完成我们今天第一个这个英文单字教练。好啊，各位这边如果说我想要给别人用的话，想要给别人用的话，来，请各位点击，请你帮我到这个 GEM。好啊，那你往下面找，这里有你做过的作品。好，那如果我们这个只是给自己用哦，如果要分享给别人的话，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分享，这边是你的 GEM 哦，按你的分享，还是可以回去编辑啦，这边是回来编辑，了解吗？这支笔就是回来编辑，那我们这里的话可以分享。好，各位，这个分享它并没有办法设这个，你可以新增使用者啦。这个存取权的话，比如说你把全班的同学的那个账号，你把它汇进来，让所有同学可以使用，当然可以。这边也可以说知道连结的任何人可以使用，了解吗？它可以检视就好了，不是可以编辑。这边可以复制，就可以把这个连结分享给别人，这样了解吗？也就是说，它不是独乐乐哦，它可以众乐乐哦。也就是说，你这个工具很好用，我可不可以提供给别人用？可以，可以，这样会了吗？这样会了吗？也就是说，我如果新增了一个这样的 GEM，我是不是可以分享给别人用？的确是可以的哦。在这里，好看你是说设定使用者，这个会比较辛苦一点，也就是说，你可能要收集那个email 贴上来做一个一个分享，或者是有群组，这个就必须要有比较多的这个设定了那我们一般来讲就是用连结，那别人拿到连结的话，就可以直接来使用你的机器人，你的机器人。限时分享限时分享就把你分享，它没有办法自动啊，你就把它关掉就好了，这个对不对？比如说这个你就把它关掉，就变限制就好了。这样 OK 吗？这个地方没有办法自动，没有办法自动。好，请各位试试看这里你要熟，我们是用一个简单的范例，因为你看过它原始长什么样子，对不对？然后变成机器人，又可以变成什么样子？那为什么要变成机器人？你是不是那个什么前面的那个内容啊、规格啊，你都不用讲了，你直接使用了，有没有很好用？好，来，那接着来，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不要拖各位时间例如我们再来做一个好不好？比如说中英文翻译机器人中英文翻译机器人。那我这里其实有好几个这个范例啦因为我一直在想说要不要讲这个其他的秘技。我先讲一下这个 Gemini， 它除了说你可以用机器人之外，你也可以用所谓的自定指令来去切换功能。我举一个例子给你看各位，你帮我开一个新的对话。例如各位，这个就是一个秘技的分享，这个也跟机器人相关，这个叫自定指令自定指令。
好，各位可以吗 ？OK 哈。好，制定指令哦。什么叫制定指令？有时候我就是这一句我要马上把它翻译成中文，这一句我要马上把它翻成这个什么，英文。我这一句要快点把它翻译成日文。你想说用机器人太慢了吧？然后比如说这一段，请你帮我做一个摘要，这一段你帮我画一个心智图，可以吗？好，各位，你这时候可以用一个功能。我建议你你可以把我等一下的那一句提示词设定在你的 Gemini 里面如果你忽然要用的时候，就很好用。这个叫自定指令。我们来分享一个秘技来，请各位帮我到我们的这里来。好在第14页啦。我把这个提示词我先贴在聊天室给你。我贴在聊天室，我也贴在我们那个笔记好了。好，这个制定指令怎么用？请你跟着茶米来哦。我先带各位看一下这个制定指令它长什么样子。它长什么样子？我放大一点好了。我的意思是说，哇，这个放大一点，125。好，各位，就是当我在对话框输入以下的快捷键的时候，你可以根据这个快捷键快速的把对应的 prompt 做回应。好，比如说我只要打斜线，各位现在这个在 GPT 或者是 Gemini， 你只要打斜线，它的意思就是下命令。比如说我斜线 TW 就是专译翻译为繁体中文，这个如果是英文或者是日文，你专译帮我翻译成繁体中文。如果是斜线 EN 翻译成英文，斜线 JP 帮我翻译成日文，斜线 SUM 帮我做内容的摘要，斜线 MIND 帮我做成心智图结构，而且用 Markdown 语法输出到区块。各位这个要怎么做？这个是一个制定指令哦，这个跟机器人又不一样就是什么？我忽然需要这个功能的时候，我就不用跑来跑去，还要下提示词，我直接下一个指令。好各位注意，这个地方请你到，注意哦，请你到设定。这里有一个给 Gemini 的指令，有看到吗？来这里有一个新增，有看到吗？你把它贴上来，按提交，这样可以吗？对，跟 Notion 是一个逻辑也算了。可是 Notion 是插入 Block， 对不对？各位这里你看需要我再做一次吗？需要的话给我一个 Y。需要的话给我一个 Y， 我再做一次。好，来仔细看仔细看，请你到这里有一个设定。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给 Gemini 的指令。我刚刚有新增一个了，对不对？来，我先把它删掉，我再做一次。各位，我新增一个指令，我把刚才的内容贴上来，好不好？就这样贴上来，然后按提交。它为什么变英文？来，我再做一次，新增，贴上来，按提交。好，没关系，反正它这么贴心，帮我变英文。好，各位，那我用给你看，请你帮我开一个新的对话。好，我用给你看你看多强这个超好用。好，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静思语，来，我把这个静思语的连接我贴给你一下。
我把静思语我贴给你一下，那个连结我贴给你。哦，在这里哦，设定，哦，这里，哦，这里给 Gemini 的指令，哈、哦，好，例如啦，我去找一个近思语，哈、哦，来，各位，它是中文的，对不对？好，一个人的快乐用计较的少，对不对？没错，哦，来到这里，你跟他讲，哎，中文啊，它的英文是什么？各位，你可以这样，斜线 en 空白，有看到吗？好，按送出，有看到没有？有没有很棒？哦，啊，日文怎么写？JP，有看到了吗？哇，有没有很酷？哦，对，个人化建议那里，个人化建议，为什么我的跟你们不一样？对，各位，如果你是付费版哈，来，各位，这个付费版是在这里，我的付费版，各位，付费版是个人化建议，这里，好，啊，你下面就是一样可以下这个指令，这样了解吗？好，各位啊，我现在用的是免费版的，哦，好啊，各位，你看哦，比如说，我今天上一份文件。好，比如说我这里有下载了一个，那个我刚才的那个，我刚才有在网络上找到一份什么国中小生成式 AI 学习手册，哦，这是教育部刚发送出来的，或者是你去找到一个网页，比如说啦，生成式 AI 调查。好，比如说这个网页，好，各位你看哦，好，我回来，我给他一份文件，我想要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把里面的内容整理成心智图结构？我这里打 mind， 有看到吗？好啊，我按送出，我给他一份文件哦。好，请各位看一下，他真的是非常厉害。你随便给他一份文件啊，各位，如果你想要这份文件哦，我也有提供在这里，等我一下。各位，这里有一个国中小生成式 AI 的学习手册，最新的哦，2025年12月教育部所发表的。那我想要看它的这个整个书籍的结构，我想要看它这个整个书籍的架构，它可以帮我画成心智图吗？各位，我贴给你看一下哦。好啊，你看，老师们，你看，它一下就帮你把这一本书拆解成一个心智图结构了，用 Markdown。好啊，各位啊，你有这个结构，你想说，来，我今天要跟大家报告这个内容，是不是可以用我们上次教的技巧 Mark Map， 对不对？哦，然后直接怎么样，把刚才的这个绘出的内容做一个复制，然后直接在左边贴上，右边就有心智图了。哇，这个有没有过分？哦，这个有没有过分？然后下载。哦，比如说啦，我这里的话，哎，哦，来，我就下载存档，然后我就可以直接跟所有人分享跟报告了，有看到吗？好，我们今天要看到的这个书，我们的核心的这个主题是与 AI 一起学习，对不对？有没有快？来，我这里把它变黑白的，然后放开一层，然后居中。我们刚才看的那本书的重点在这里哦。
核心主题与 AI 一起学。好，来，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 AI 伙伴，有生成式 AI， 还有 AI 的角色。好，第二个我们要看 AI 的素养与安全。哦，有这3个。哇，有没有很棒？哦，来，如果 OK 的话，如果 OK 的话，聊天室给我一个大拇指，就需要我重做一次吗？需要的话给我一个 Y， 你看那个是我们之前的技巧哦，结合这个快速的指令，你看多方便啊，对不对？这个 Gemini 真的是，用这个制定指令，你真的怎么样？好多事情一下就做完了。哦，可以哦，好，需要哈，好，来，让我们做一次。来，请各位学员你可以到这里来下载这份手册，或者是你可以上传你的课本啊，请他帮我快速整理成一个结构，对不对？我要做成心智图好，那请各位看一下哦。来，那我就是直接到 Gemini， 好，我开一个新的对话。好这里的话，请你帮你要制作的文本上传。好，比如说我这个上传，我可以上传我刚才的那个绘本，好不好？我上传我的绘本，哇，它超过100 MB，好了，它单档不能超过100 MB 哦，免费版。好，来我们这里就是我可以给它那个我的这个 AI 的这个课本。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来各位，我们的提示词还记得吗？最后这个 mind 就是根据这个内容来做心智图的整理，然后帮你整理在一个区块里。所以各位，你不用下提示词，你直接打斜线 mind 就好。如果你想要的是什么？各位，你想要的是摘要，摘要我们这里也有 sum， 有没有 SUM？ 了解吗？好，例如我要摘要，来 SUM。来，请各位试试看哦。你看它就会去读那个文件的内容，然后给你相关的这个提示词对不起，相关的结果。哇，糟糕，我们好多东西耶。不过就很好用啊，对不对？你会觉得，你看他帮你把那本书有没有跟 AI 一起学的重点都帮你摘要出来了。好那你想说，好，已经有摘要了，我还要心智图，又做完了，有看到吗？好如果 OK 了来，我们来画心智图，请各位帮我到这个 My Map Map， 来，网址我贴给各位。网址我贴给各位。好跟着我一起出来哦。PPT， 你可以下提示词，让它变简报啊。好，来，各位 try it out。跟着哦各位，左边是编辑区，右边是预览。来，请各位帮我把刚才的这个内容，因为它已经 OK 了，对不对？右上角有一个复制，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区块了，超好用的区块复制，你都不用去抠，然后直接来这个编辑区的左边 ，Ctrl 加 A，Delete 去掉 ，Ctrl 加 V 贴上，就有了。好因为它有2个结构了，我这里我就把前面这个结构去掉，我把那个第一行去掉，各位，它马上就可以编辑了，有看到吗？好如果到这里 OK， 来，请各位到下方这里有一个这个地方有一个下载为互动网页，这里帮我点击下载为互动网页，然后存档。
好啊，这个档案你可以直接用浏览器就开它了，完成。哎，哦啊，你在报告的时候你就拿这个啊，有一本书，对不对？然后有相关内容。各位，刚才那本书只是一个范例，如果是你的课本呢？如果是你的网页呢？如果是你的文章呢？如果是你的简报呢？是不是也可以快速的整理成像这样的形式图输出？好、可以稍微快速再一次吗？可以啊。来，我再一次哦，我再一次，各位，我到这里来。好，我们从这里来开始哦。你已经有这个 Markdown 了，来，再到这个网址的下方，这里有一个 Try it out。好，好啊，这里的话，来，请你帮我这里做一个复制，然后到左边全选 Ctrl 加 A，Delete，Ctrl 加 V，贴上。好啊，我看一下节点，因为它这里有2层一样的，我把上面的第一层 delete 掉。哦啊，这里按左下角 download as 有没有？下载存档。好，存档完毕，这里就是一个 HTML， 有看到吗？你直接把它点击打开就可以用了。我们上一次的课程还有教怎么发布，哦，怎么做成这个什么网站，哦，欢迎，嘿，这个我们前面的课程都有讲到这些内容，哦，都有讲到这些内容，就是活用啦，哦，活用啊。我们今天又加入一个快速指令，好用哦。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聊天室给我一个大拇指，哦，好用哦。好，哎，请各位，我们再回来，哈，再回来。好，啊，刚才是快速指令，对不对？这个的话，就是我觉得是相辅相成啊，因为有时候机器人就是很完整的，就是客制化的 GEM，对不对？啊，你自定的话，就是像这种，我想要快速做一些事情啊，你可以把它写成自定指令，啊，自定指令。嗯，好，发布网站，我看我把这个我们前面，因为我们前面的话会有提示词哦，提示词就是我们前面几集都有通关密语啦，已经有发布了哦，已经有发布了。我们今天要再发布一次吗？没有，那个前面2节都在，等一下我再统一就是好，哎，各位，我们小编说要公布给各位，要吗？要吗？我们小编说可以公布给各位，可以吗？要吗？好，可以哈，那就请这个，我们等一下还有一个通关密语哦，哈。我们最后好，各位，刚才那个小编有说了，等一下我们给你一组通关密语，你可以看到我们除了今天之外的前3集，这样可以吗？哦，前3集哦，哦，就是给各位过年的礼物，好不好？啊，就有包含这些了，好，就有包含这些，好啊，我们今天讲的是新的，好，新的。OK，好啊，各位，这个是所谓的这个新手村的聊天机器人哈。好啊，那如果你想要做的是比较厉害一点的，就是比较专业一点的哈，各位，嘿，啊，它可以怎么厉害？我再带各位做一个一个功能，好不好？我再带各位做一个功能，然后这个功能的话，就是让各位可以怎么样？哎，可以领略到它不同的 GEM 的威力。好，我们要做的是绘图。好，请各位，那个这几天你有没有看到好多人都在做 LINE 的贴图？哦啊，一次16张，各位有看过吗？有那个 LINE 的贴图，一次16张。好啊，它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如果做绘制，你要下一大堆提示词，对不对？好，OK，那我可不可以把这个功能变成一个机器人？
我就不用求别人了，我自己就可以做了，哦，我自己就可以做了，我可不可以自己就把它做成一个机器人？好，各位可以。好啊，这边要怎么做？我带各位做一次。好，我带各位做一次，做一次结束之后，我们再给各位休息，好不好？因为不用很久。好，各位，请你帮我，不是开心对话，请你帮我到 GEM。好，我一样往下哦。这里我要新增一个 GEM 啊，这里我就要讲不一样的设定方法。好，不一样的设定方法。好啊，这里的话，我们就是要做 LINE 的贴图制作机器人。好，来，我给它一个名字，叫 LINE 的贴图制作机器人。那个，等一下，请小编帮我把那个我的提示词贴给大家。在那个我的 Notion。好，各位，这个的话就是说我想要什么？好，一次生成16张 Q 版的 LINE 贴图，这样 OK 吗？它可以一次生成16张的 Q 版的 LINE 贴图。好啊，各位，我想要复制起来哈，来，各位，我这里的提示词来了，我给各位看一下我的提示词内容啊，怎么看哈？各位在这里，来，好，各位看一下我的这个提示词哦哈。我希望说你可以上传一张自己的照片，所以请参考附件中那个图片中的角色特征，维持角色的一致性、发型、服装元素、色彩，创作一组共16款的 Q 版这个是它的专有名词。彩色赖贴图彩色赖贴图，请符合以下详细的要求：一、艺术风格；二、构图要求。有没有？3、输出格式，因为这个比较方便你制作赖贴图。好，各位，我提示词在这里哦。来在这里，好啊，你可以把它抠起来。我建议各位，你这边用 Markdown 的格式会比较好，复制为 Markdown。或是你把它抠过去贴在你的这个机器人的时候，来这里，你贴上的时候叫它优化也可以啦，也可以，不然的话，我会建议你复制为 Markdown， 因为有 Markdown 的标签，它比较知道层次啊。好，各位你看哦，好，各位注意，还没结束，因为你是叫它绘图。你是叫它绘图，来，各位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叫预设工具？预设工具，很多人就是我要画图，忘记按 banana 了，有没有？各位这里给它预设工具，有看到吗？那我们预设的模型也给它一下好了，我给它 Pro， 会画的比较好。好，各位。这样就可以咯。来，我这里写，对，我这里应该写用你的照片好了，用你的照片一次生成16张 Q 版赖贴图，这样可以吗？有，Pro 会比较好，这个是 Banana 2Pro 2 Banana Pro 的。如果你用的是快捷或思考型，用的是一代的 banana， 有差如果绘图的话，按储存。所以各位有老师有说已经来我跟他开始对话。各位老师，你看多好用，来看一下各位学员，我给他一张照片，好不好？图片，我给他一个，就看起来白痴白痴的。就这样
我就送出就好了。你看我提示词都不用下，我提示词都不用下了。来，我们请他画成那个 LINE 的那个16张的贴图啊。各位，如果你想要学上架，我们找时间来教好不好？教你怎么裁，然后怎么上架。来了，我完成了，各位，有没有很棒？16张，下次你就换一个主角，你再给他一张照片，别人的又16张。哇，有没有很厉害？来，请各位试试看。好，可以。那个各位学员，因为比如说你用格式文件写好，但是为什么要提供给他 Markdown？ 因为它就会有结构，会有结构啊。那个提示词，语言模型在阅读会比较轻松一点。我教一下各位，你怎么把你的文件，例如我建议各位你要用 Google 文件，要用 Google 文件。为什么要用 Google 文件？因为 Google 文件的 Markdown 转换最方便，最方便。我建议各位用 Google 文件。那我说一下怎么做。各位，请你到你的 Google 文件，请你在工具偏好设定，把这个启用 Markdown 打开。启用 Markdown 打开，我再说一次，工具偏好设定，把启用 Markdown 打开。你按右键没有那个另存为 Markdown， 就是因为这个。好，那一旦打开之后按确定，来各位，这个有格式文件对不对？有标3，有内文，有条列式对不对？你把它选起来，在选取区按右键，这里就有复制为 Markdown。有看到了吗？好棒哦！然后呢，来各位，你去，比如说我们的 Gemini 这边你要贴的话，你看你贴上去的文字就是有 Markdown 的格式了，有看到没有？超方便的，这样会了吗？你如果说对，如果说中文有问题，你可能要再请他再生成一次。好。请各位帮我先生成一个你的LINE贴图机器人，有完成了吗？各位，刚才我的重点在哪里？各位，我的重点来，我说一下，它有一个额外功能，来，我再给各位看一次，叫做什么？叫做它的所谓的预设工具。预设工具以前没有，我这个是免费版，连我免费版都有，连我免费版都有，所以你一开始你就不用怕说它没有画图了。为什么？因为它banana都摆出来了，了解吗？来，请各位帮我完成到这个地方，完成到这个地方。好，那个下一节课各位，如果你想要做一般的这个，比如说啦，我接下来还有那个旅游导览的插图，这个都跟绘图相关。还有我要分享一个资讯图表大师，你有没有常会画一些常见到的，比如说一页式的资讯图表，趋势分析图表、流程顺序图表、架构分解图表等等相关的资讯图表，然后我用表列式的方法，让你提供给他资料，他就可以帮你生成质量很高又很好看的资讯图表，有需要吗？我们下一节课来做这个什么机器人。好，来各位，回来咯。回到教室的学员，麻烦聊天室给我一个大拇指。那个刚才我们的表单已经关了哦，刚才表单已经关了，我们有500多位啊，哇天哪！不过我刚才得到资讯，各位，我们只能抽2本书啊，2本书，好，没关系，
下次欢迎哈，如果有其他的出版社，或者是说有一些软体的厂商，或者是说有一些3C 用品的厂商，你们想要来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曝光哦，来分享一些奖品给我们的所有的学员的话哦，对，欢迎跟我联络啊，欢迎跟我联络。好，对啦，对，有书嘛，好，我想说就不要独乐乐，我们就是众乐乐最好，对不对？好，等一下我们有抽2本书啊，我这里要再更正一下哦，要抽2本书，好，来，那请各位学员啊，我们就准备要进行接下来哦，最后1个小时了，哇，这个时间很快哦。好，我们这个是贴图制作机器人，对不对？哈，贴图制作机器人。好，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玩一个不一样的哦。好啊，什么机器人？接下来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旅游导览的那个行程 AI 插画师？比如说我想要去，比如说我想要到高雄3天2夜的小旅行，可不可以帮我规划出来，然后帮我画成一幅这个所谓的资讯图表哦，或者是相关的这个内容？以前我们很多人都会用 Notebook LM 画，对不对？或者是Nano Banana 下那个提示词。还记得那个查米的这个网站吗？我们的 Nano Banana 的这个网站，这里面也有很多的内容，其实你可以把它变成机器人变成机器人。那我这里是一个旅游的资讯图表，比如说我们几天几夜啊去哪里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可以。那我们试给各位看，请各位看一下哦。来，我这个地方来我把我不需要的页面我再关一关来，一样，请你帮我回到 Gemini， 然后到 GEM， 到 GEM， 好，一样，到下面我新增 GEM 哦。好这个地方的话，我的机器人叫做旅游导览行程 AI 插画师，看起来就很厉害，对不对？好它的说明啊，说明就是什么？来帮你的旅游行程。制作成资讯图表。好各位，这个资讯图表就可以放在简报里啊，或者是放在你一般的海报上啊，对不对？好，那我的提示词在这里。好，各位，我复制一下，我来做一个我的提示词。那我贴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来各位，我贴在我们的这个笔记上你看哦，因为我原来是 Markdown，我用 Markdown，各位你看，我的 role 角色就是 Nano Banana Pro 旅游导览行程 AI 插画师，核心指令就是要做你禁止你文字回复，我要图像输出。第一个你给他一个行程名称，他就去思考，就去思考，然后再来生成再来怎么样修饰还有细节。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我们怕他乱写啦或者文字不对好各位，如果你要使用的话，来，请你到这里按右键，你把它复制为 Markdown， 会比较 OK 啦会比较 OK。来，各位，我就贴过来。好，一样，预设工具，请你帮我选取 Banana， 这样 OK 吗？完成的话，按一个储存。按一个储存。好，我们可以开始对话。看你要不要分享，看你要不要分享。来，请各位看一下请各位看一下刚才这个笔记，各位有看到吗？笔记 OK 啦好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我要请他帮我规划来，我想要去这个，比如说埔里进行3天2夜的旅行，微旅行。来帮我规划。不要帮我规划，反正我已经跟你讲过了，因为它里面已经有资料，你就送出就好了。
记是不是？我是不是应该把笔记用发布的？你们比较就是好，各位可以看一下哦，我们这个产出好多哦。哎，我的 banana 到哪里去了？哦，来了，各位有看到吗？超棒！你看到别人做的有没有？你是不是可以把它变成你的机器人？哦，变成你的机器人，然后你就可以下提示词去让它做生成。哇，这个超棒的！好，来，请各位试试看。哦，你看，我又做了一个机器人，叫做旅游导览行程 AI 插画师，对不对？哦，哇，这个很不错啦，哈，很不错。来，请各位试试看，有完成的学员聊天室给我一个+1，哦，再给我一个+1的，哦。出现乱码，你可能要上 Pro 哦。好，那个我们接下来哈，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各位我就不拖了。我接下来要分享一个那个资讯图表啊，这个资讯图表的原始的 prompt，我是从网络上有一个这个我们的伙伴们在网络上分享的，我真的是惊为天人啊，哈，惊为天人。可是它那个资讯图表的类别实在是太多了，哈，来，我先给各位看一下，这是它的原始出处，哈。来，我贴在这个地方给各位看一下啊，这是它的原始出处。哦，那这个我们的伙伴哦，他在分享的时候，他就什么？他总共分享了有23种的资讯图表，各位你看有看到吗？哦，不止哦，32种的资讯图表。哦，那你只要怎么样？哎，你如果现在开始，你可以开始去收集别人所分享的 GM，因为你现在会做了，了解吗？哦，来，我把它连接分享给你好了。哦，可是过去你可能不会做，对不对？或者是说你看到了，这要怎么用？哦我今天教你用好不好？各位，这个是我们网络上的伙伴们分享的这个内容，他觉得好烦哦，每次这个出图他都不听我的话哦。那你可不可以让我做这样的资讯图表？好，各位，我给各位来源哦，我给各位来源了，有吗？好，如果你拿到的话，先帮我打一个+2，好不好？不然我等一下往下跑，你就来不及了。所以各位，现在你去看别人的留言，如果有人分享经验，那个真的很感谢别人啊，对不对？变成你的注意啊，我觉得这个真的太精彩了，真的太精彩了。然后我想说，我不要掠人之美，我就把它原始的这个贴文放在这里啊，我教你怎么安装，这样可以吗？来，如果你有打开的话，聊天室给我一个+2哦。伙伴真的是太棒了他的这个真的是无私的分享对，我就想说，我不要掠人之美啊，他的原始贴文在这里啊，我教各位安装好啊，它的这个工具叫 NBM 就是 Nano Banana Pro， 一键出图，一键出图。好，请各位一样帮我回到你的这个Gemini，那我们到 GM，你往下来新增一个 GM，这个真的超好用。你把它贴上来，然后呢，下面说明你可以说
给我绘图哦，给我图表，其余免谈哦。哦，给我图表，其余免谈。好啊，接下来下面的使用说明，来各位往上哦，哇，我会不会已经紧绷了？没关系，我先把它做完。哦，各位你看哦，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就是来这则贴文哦，它的下方，哦，来，它有从角色定义这里开始，好，一直到最后抠起来，你把它复制起来，好，然后呢，来回来你的 Gemini 的使用说明给它贴上。哦，预设工具要有 Nano Banana， 对不对？好，完成的，麻烦你按一个储存。我们来开始对话。好啊，各位你仔细看一下它的图表有哪些类型哦。哇，那个真的很多。各位你如果回去，它分成好几类哦。第一个是什么？这个核心简报有没有？工程通用哦，比如说一页式的资讯图表、趋势卡、仪表板、流程图有没有？那个技术示意图、海报、主张图有没有？那下面是它的分析跟结构，比如说有什么架构分解图、因果关系图，各位这些图片看起来都非常的专业，有看到吗？你等一下就是给它数字就好，哦，给它数字就好。好啊，各位你看一下，哦，你看还有什么 KPI 图、决策树示意图，有没有？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图片。这个提供给各位哈，我觉得这则贴文含金量很高啦，哦，含金量很高。那个我 prompt 贴不上去，因为太长了，各位太长了，哦，因为太长了，我真的贴不上去哦，所以各位你要来这则贴文来扣哦。好啊，各位这边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来试一试哦。好，各位你看哦，我先给他一个资料，我再给他那个什么，我们那个 AI 的那份那个 PDF 好不好？哦，我给他那份 PDF 的图。哦，中小学生生成式 AI 学习应用的这份 PDF，你可以这样啦，比如说，哦有人帮我贴，可以贴得上吗？可以啦哈，谢谢大家的帮忙，哦谢谢大家的帮忙哈。好，比如说，来我今天这样子，比如说我按一个开始，我做一次给各位看，我选一个开始，好，啊他要去加载，然后他会跟你讲那些图片的类型。好啦，各位满意了吧？好了，当然就是要开账号了，对不对？哈，好，各位，我这里已经有做好的哈，GEM 来，各位 GEM 哈，我的内容，拍谁？GEM。好，一样哦，就是直接出图哈。来，各位，我先给他一份我刚才的文件，哦，这个就不怕了，因为它是 Pro 的哦。啊，我先不要给他文件哈，啊，我应该跟他讲我要开始，因为他会给你一个列表了，开始，大家可以试试看哦。他那个资讯图表这么多种，你都可以，你上一份文件你给他画画看，它有32种，超好用，这个真的是这个要感谢人家佛心啊哈，帮你整理好哈。好，来，那比如说我给他这个档案好了。
那我跟他讲，我要画第一种是不是一页式的资讯图表，对不对？你就直接，各位这个我忘记给了，好，送给他，请各位试试看，一页式的资讯图表。我已经到达上限了，好，我就只好用另外一个了。哇，各位有看到吗？有没有很棒？他就直接帮你画成什么？直接出图，无需多言呐、对不对？刚才那个手册，我和 AI 一起学否国小有没有？它有4大单元，从核心理念、学习场景跟未来的展望未来的展望真的不错。然后还有资料来源，有看到吗？所以各位，这个你学起来哦。没有 Markdown， 你有开这个功能吗？功能偏好设定，的什么的 Markdown， 这里要打开，这样 OK 吗？好，哇，这个真的棒，因为你现在手上就有这23种，比如说我是决策的一页纸啊、流程图啊、仪表板、趋势卡，那资讯图表或者是因果关系图，你都可以用代号的方法请它绘图，超方便的超方便的。再一次来，我再说一次快速的我再做一次来这边有一个这个 GEM 的下方这里你给它一个新增 GEM， 然后把刚才的这个内容就把它放上来，我叫资讯图表大师好了，那给我图，给我出图，其余免谈。好刚才的话是不是已经有好多学员帮我们把那个内容贴在这个聊天室的我也扣一下，比较快了来这边贴上来预设工具就是我要 banana， 然后按储存。这个真的好用这个真的好用。好，那下来的话，比如说我给他另外一份文件好了，我给他另外一份文件，然后这个文件是比如说刚才那个课本好了，那我要画资讯图表，开始。我在想，我是不是这个也到达上限了？会吗？来，请各位先试试看，回去你可以试试看这个内容，我觉得真的很不错我会到达上限了吗？我是 Pro 的呢！天哪！好，各位，接下来就是各位可以测试的了，好不好？来，我们要往进度要往下走了，好不好？
好，来，那请各位学员哈注意，哎，那我可不可以再做比较不一样的？好，我想要再做不一样的。我们刚好剩下大概20分钟，我们最后还要摸彩啦哈。各位，我再做一个好不好？你听一下我想做什么？哦，你听一下我想做什么？好，各位，刚才已经有绘图有没有？有出图了，了解吗？哦，已经有绘图了，有出图了啊！我现在要做什么？你想哦，哎，我想要做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名片网。什么叫名片网？就是，哎，我只要跟他讲哈，他就可以，哎，我只要上传名片的图片给他，他就可以帮我辨识扫描，然后整理成一个试算表。各位有没有想要做？我想要做一个名片网，用 Gemini 做。然后我接下来去的时候，我只要把名片我拍图啊，我丢给他，他就帮我整理到试算表里。有没有想要做？好，好，那我建议各位哦，这个地方哈，哎，你可以怎么样？我这里有便便的提示词啊哈，来各位，我这里的话来 GEM，我来比如说这个名片这个来我新增一个这个 GEM，好，然后我叫它什么？哎，这个名片。哦，这个所谓的扫描王，好不好？我随便打到哈，名片扫描王，然后呢，哎，上传名片，好，整理成试算表，这样可以吗？我就上传名片，我帮你整理成试算表，好，好啊，各位啊，提示词哈，来，我这边先贴在这里，哎，这个是我们的那个笔记吗？不是哈，来这里。各位，你看一下我的提示词哦，我把它用 Markdown 贴上。各位，你看哦，好，这叫名片转试算表机器人啊，哈，好，角色设定，你是一个把实体名片数位化的 OCR 助手，你的唯一任务就是读取名片的图片，然后把它转为 Google 试算表。好啊，这个是它的规则，我要它输出的格式啊，它这里的资料处理的标准。因为哦，那个手机很多人会写不一样的格式啊，所以我这里有写出一些标准。还有我到底要哪些栏位，我提供给他。好啊，最后执行的流程就是读取完名片变成 Markdown 表格，然后你就可以输出。这样了解？哦，好啊，各位，我们来试试看哦。我这里把它复制为 Markdown，我回到我刚才的提示词哦，来这里。我们的这个地方我把它贴上。好啊，这边也不用预设工具，因为你不用那个什么，你不用用个上传，上传是本来它就有的功能。好，我按一个储存，希望是不要到额度啦，奇怪，它怎么会到额度？好，那我怎么找名片？来，各位提示词有吗？哦，提示词有吗？好，来，请各位看一下哦，我要来做这个扫描了哈。各位，你可以去那个来，比如说名片这个名片交换，好啊，你用图片，你会看到好多有人会分享名片哦，我随便打哦哈，各位你来这里按一个复制，好啊，你回来你的 Gemini 你给它贴上一张了，好啊，下面我们随便贴好不好？各位复制图片，
2张，我们一般来讲可以有10张啦，可以有10张。这个好多，来我按复制。我相信大家应该是常会拿到像这样的资料，对不对？好，各位这边 OK 了哈，我给他5张好了。好，我就直接送出。我们这个结束，我就要带各位进那个 OPAL GEM OPAL 可以吗？应该可以。你说丢到 Notebook LM 哈，应该是可以。来了，各位，整理好了，有看到吗？哇，它又来了。各位，如果你比较幸运的话，下面就可以直接汇出成 Excel 下面就可以直接汇出成 Excel。各位有看到吗？试算表是不是？来，请各位可以试试看当然啦，我那个提示词还要精修过还要精修过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来，请各位帮我完成一下，如果 OK 的，聊天室给我一个，我们应该是到加几了哈，加3，好不好？我们最后来带各位来完成那个今天的最后一个任务了哈，事不宜迟因为时间不多了，各位，因为我想要说更精修的话其实是有提示词可以再做调整，那我们有机会跟各位来再做分享好，那这里的话我们要进入很多人都非常有兴趣的麻烦你到 GEM， 我看一下我的这个账号可不可以用来，请你到我的请你帮我到我们的 GEM。好，各位，刚才一直没有提的就是上面这一区，有没有看到？刚才都是下面这一区叫 GEM 的管理工具。好，上面的话叫做什么？这个打造 AI 应用程式，你可以真的做成一个 APP。它可以帮你用什么 ？Google Labs 它研究室里面的很多功能。其中最重要的是它的 OPAL 是它的自动化的工具。整合不一样的工具，让你打造一个所谓的机器人。它可以做什么工具？各位，如果你用这个 GEM 直接做的话，有很多 Gemini 的功能，你是做没有办法做得很好。例如啦，我说那个，比如说你想要用 GEM 来做，我讲一个最简单的，就像会议记录好了，你要做逐字稿，你那个1个小时、2个小时的逐字稿，你可能就比较不好做了。为什么？因为 Gemini 它本身读取的文本上下就3万字，你很有可能那个 GEM 的那个额度就没有办法达成。那它必须要结合别的工具，了解吗？还有就是说，你有一些处理的话，需要结合别的能力。问题是你也不知道那个能力它可不可以做然后你用 Gemini 下，它好像有给你回应，可是你就是做不到那些功能。好，例如什么？各位，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好不好？各位，这里有一个 New Gym 麻烦你我们来生成一个。我先跟你讲，我们这个范例要做什么？我们来做一个图片上传，它帮你去背的功能，好不好？我再说一次，我想要做一个图片，我上传了，你可以帮我去背，让我下载的机器人可以吗？各位，以前不行现在因为有 OPAL 加上 Gemini 加上 GEM， 你是做得到的。
来，请各位帮我注意这里哦，生成第一个按一个 New Gym， 好，这里 Accept， 你要去接受它的条款，因为它就是帮你串所有的 Google 工具，看可不可以达成你要的功能。好这里的话你要结合是你的这个账号我们这里就是选好你的账号。好，各位，接下来你想说，老师这看起来都好恐怖下提示词。好，各位，我给各位我的所谓的图片去背大师的提示词来，各位，功能图片去背专家，输入使用者上传图片之后它会辨识什么是主体，然后精准移除背景，然后输出干净的背景的 PNG 图片，这个是我的任务啦。来，需要提示词吗？我贴给各位。我贴给各位。好，各位，你先看我做我就送出。好，我就送出咯。你想这个功能如果以往你做，你直接用 Gemini， 你做不出来的，因为你没有结合它其他的工具。那现在的话，就是它借由 OPL 去帮你思考，如果我要达到你的功能，我可以做什么？各位，它已经好了。好各位，我先这样比如说，好，来我做一下如果你要进阶编辑的话，来这里有一个 Open Advanced Editor， 有没有？它现在目前这个界面都是中文，都是英文的请你边 Sign In， 帮我把你的账号加进去，按继续，按继续，好，按确认。这个是它的进阶编辑器，你会发现它长得有点像 N8N 呐。我下个礼拜也有一场 N8N 的课程各位。好它这个是它的 Preview， 它的预设你可以来这边来各位，如果你从这里来你从这个上面的 Editor， 因为它这里没办法编辑你只能用了。我先来这边我先用一次给各位看，在这个界面你看它叫 Background Remover， 真的可以吗？来 Start， 他说你要上传图片，来我按一张图片给他去背比如说刚才的那个小女孩，这个图片会不会太复杂？我还是用个人素材，我找这种可以让你去不要残害别人按开启按送出。各位你也可以试试看它就会结合其他的这个内容，它会结合其他的这个内容帮你做去背动作它的整个那个流程在这里。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执行结果。请各位学员试试看。好了有看到了吗？然后它就可以 download 了。各位有没有厉害？有没有厉害？去背大师你自己做的各位，如果让它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叫图片去背大师图片去背大师下面来上传图片直接去背，这样可以吗？来再来是它的什么？它的3个流程它的步骤每个步骤它都是用提示词做的用的模型这里有最后是
如果你希望说可以改变它的外形啊，是从这里来，哦，是从这里来。好啊，如果都没有问题哦，各位你可以分享这个 APP， 有没有看到？好，来啊，你就会有一个网址，好啊，就可以，不是只有你自己可以使用，别人可以使用，这样 OK 吗？来，你看这里是不是就有一个 APP 了？好用哦。像我还有做好几个，好，各位可以先玩玩看，好不好？先玩玩看，好啊，这个是一个简单的范例，你做那种那个以往你用 GEM 你做不到的事情用 OPAL 加上 GEM 就是这个什么最新版的上面这个方块那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这样可以吗？哦有超强，好。感谢各位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好，感谢大家，好，那我们今天活动到这边结束，好，拖到各位一点时间，不好意思，好，谢谢，那我们再见喽，好。